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塔罗的第一语，我是 Nico 啊。那我们今天要占卜的课题是近期会有什么样的转折出现，或者说近期会有什么样的反转出现，还有近期会发生什么对你们有利的事情。那在我们面前呢有三组牌，从左到右分别是第一组牌、第二组牌、第三组牌，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直觉选择和你们连接最紧密的一组牌。稍后的话我会做出一个解读，那么大家在选牌的过程当中可以在弹幕上打出领取好运来领取你们的专属好运。好，那我们现在可以开始选牌了。大家好，欢迎来到第一组牌啊。首先第一张牌星币女皇啊，这张牌给我一种很踏实的感觉，就是有什么东西近期会沉淀下来啊，它可能是经验，又或者是某种教训，也可能是一大笔金钱的能量。星币的话，它的反转在于你们可能刚刚失去了什么，或者说放弃了什么，但是反而会因此而得到更多，它就好像是命运给你们开了一种玩笑。星币女皇的话，你们的心态一定要稳，心态越稳得到的越多，越急躁越容易失去它。一定要让自己走出的每一步路都留下一个非常清晰的印记啊！这张牌我的感觉就是你们整个人在好像经历了一些事情之后，突然的就变得沉稳了、成熟了，开始稳重起来了。你们不再追求那种所谓的空泛的成长，而是开始修养自己的性情。那这张牌告诉你们，你们的人生才刚刚开始。星币女皇的另一个层面，我觉得就是你们会把某种有价值的东西储存起来，类似于投资或者说收藏，它在未来会有一个极大的升值。随着时间，你们所珍藏的东西它会变得越来越稀缺且珍贵啊。星币女皇的话，我觉得时间会帮你们淘汰掉那些不坚定的东西吧，当然也能够帮助你们看清很多东西。第二张牌圣杯六啊，我觉得近期的话，这种反转来自于你们会突然的接到某个通知、某种消息、命令，或者说政策的变化。而当你们接到这种通知，或者说规则发生改变的时候，实际上事情就开始朝着对你们有利的一个方向开始变化了。我觉得这张牌代表的是你们近期可能会处理一些比较重要的信息和文件，或者说来自于上级的指令。这种信息或者说关系在流动的过程当中，就会出现一个对你们有利的窗口期，你们就能够把这些接收到的信息转化为对你们有利的一些事件。我觉得这张牌的话，你们要有一种心态啊，就是发生的一切都可以被你们利用和转化成对自己有利的一面。权杖七呢，我觉得近期你们的转变可能是来自于你们会突然的发现自己拥有了某种能够反抗的力量，能够对抗某种既定的规则、传统的模式，因为你们不愿意落入世俗当中，因为你们是格格不入的。权杖七呢，你们可能还会打破规则啊。这个火象能量的话，其实是在告诉你们不要对自己有过度的反思，因为那会让你们变得脆弱。你们的力量一定是为反抗而诞生的，要走自己的路，可能会反抗某种压迫你们的力量，或者说站出来为自己发声，争取到属于你们的利益啊。权杖七，当你们开始反抗，或者说当你们开始对抗自己不喜欢的东西的时候，你们才是自己的主人啊。所以说近期的话，这种反转或者说转变，就是你们会敢于去拒绝一些不合理的请求，尤其是一些请求可能会侵犯到你们的边界啊。同时你们也会拥有一种勇气，这种勇气就是敢于拒绝的勇气，敢于拥有一种敢于被讨厌的勇气。逆位的皇帝牌呢，首先皇帝代表的是有一个人在帮你们，只不过他在暗中帮你们，你们可能没有察觉到，这个人在不动声色的不着痕迹的推动着一些事情的发展。还有一个逆位的皇帝，就是你们可能会从某种很压迫的、很压抑的能量环境，或者说某种很压抑的关系里边挣脱出来。逆位的环境代表的是那种传统的束缚，已经不能够再困住你们了。而权杖九的话呢，我的感觉就是你们很累很疲惫啊，对某件事情产生了深深的倦怠感，你们要有意识的让自己放松一下，休息一下，可能会有新的灵感和想法涌现出来啊。权杖九的话，我觉得可能你们会从一种受伤的关系里边走出来吧，虽然是遍体鳞伤的，虽然是在这一段关系里边不断的被索取和消耗，
但是当你们走出来的时候，你们就会完成一种重生，在失去的废墟之上重新把自己拼接起来。所以这对你们来说其实是一个人生变好的开始，人生开始逐渐的恢复到正轨上。那我们抽到的这张 Earth Guardian Stay Rooted and Grounded 啊，我觉得近期的话你们会夯实自身的一种基础啊，或者说想要寻求一种更加稳定的发展。这种动荡、混沌和混乱似乎已经来到了一个尾声，你们接下来会有一个稳步向上的发展趋势。它可能不是很快，但是走的每一步都很踏实，会让你们很安心，拿到一些扎扎实实的结果。它会让你们整个人变得没那么焦虑了吧。第二张牌是女祭司啊，我觉得近期你们可能会感知到什么事情，从而提前做出正确的选择。因为女祭司它是有一种灵性层面的能量的，你们正在变得越来越智慧，能够提前的看透事情的本质，从而收获到内心的宁静。可能女祭司的话，你们近期还会有一些就是有很强的表达欲吧，会有一些很重要的作品问世。女祭司它代表的是一种灵性层面的飞升，并且自身的核心竞争力有一个大幅的增强。月亮牌的话，有某种看不到的变化正在悄悄的发生啊，有一种量变产生质变的感觉，就是在看不到的那种地方，你们也在处理你们之前吸收的信息，它会让你们不知不觉的发生某种改变啊。而且呢，月亮牌你们可能在偷偷的努力的感觉，就是在暗中努力，在低调的谦逊的完成着对自我的改造，然后你们会突然的出现，给别人一种焕然一新、眼前一亮的感觉。你们过往的经历会转化和沉淀为你们自身的人格魅力，会有一种腹有诗书气自华的感觉，就是内在的涵养会有一个提升，心态会变得从容和松弛，这会给你们的个人形象和气色都带来一个有利的转变，并且表达能力会有一个极大的提升，整个人开始变得自信，且敢于尝试新的挑战。好，那这就是我们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对你们有帮助的话，可以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点赞，或者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大家好，欢迎来到第二组牌啊。第二组牌首先我们抽到的这张 Lovers 爱人牌啊，爱人牌的话，近期你们可能会突然的发现某个人对你们有好感，或者说你们能够感受到某个人关注你们的能量。Lovers 这张牌呢，是会有一些暧昧的信息被你们捕捉到，或者说你们近期可能会对一个人很上头，产生一些好感。这意味的是你们近期可能会和某个特定的人这种关系上会有一个迅速的变化，有一段关系会被重新定义，而之前失去平衡的关系似乎也会重新恢复平衡，会产生大量的沟通、聊天和交流，会开始关注一个人，或者说会开始想要去了解一个人，甚至是重新了解一个人。所以爱人牌这张牌呢，我觉得这种反转就在于你们之前已经做好了某种单身的准备，但是近期可能会突然的有一些恋爱的信号出现，让你们重新进入到一段亲密关系里边啊。第二张牌是宝剑侍卫啊，宝剑侍卫的话呢，宝剑你们的思维会变得很灵活，这种思维会产生某种反转，就是找到了某种诀窍，看到了某种捷径，绕过某种规则的阻碍，达成自己的目的啊。宝剑的本质在于运用自己的思维，四两拨千斤，绕开某种限制。它不是像火象特质，就是它不是像权杖的那种能量，直接去对抗这种阻力，大力出奇迹。宝剑的话，它更多的是一种借力打力的感觉啊，很聪明的、很巧妙的去实现自己的目的啊。而且呢，你们近期的思维会很活跃，可能你们说的话、做的事赶不上你们大脑当中涌现出来的想法，就手脚有点跟不上大脑的节奏啊。宝剑侍卫的话是能够跳出这种常规的思维，运用智慧解决一些问题的。我觉得近期的反转可能是你们自身的认知和思维会被重塑，就是打破了过去的某种传统观念，形成了新的思维和认知体系，或者说接触到了某个领域里面，导致你们的思维和价值观产生了一个
转变啊，会发现一个新的世界，甚至会产生一种全新的人格和思维模型。而逆位的恶魔牌啊，逆位的恶魔牌我感觉到的是，可能你们会找到了内在的某种力量去抗衡你们内在的欲望啊，逐渐的开始变得自律啊，开始约束自己身上的一些不良的习惯，找到改变自身的生活方式，实现一种健康的可持续的发展。因为你们越自律，你们就拥有越多的自由啊，会对自身有一个更加深刻的认知，有一点像是看清了自身的欲望之后，会重新审视自己，会对自己有一个全新的定位。而圣杯8这张牌呢，它有一点像是那种放下了一切之后去追逐一种全新的人生，可能还会有一个身份上的剧烈的变化，从一个地方辗转到另一个地方啊。这张牌我的感觉就是你们会响应自己内心当中的那个声音，而且这张牌你们的人生就是一个不断放下的过程，也是一个不断说服自己放下的过程。你们能放下的越多，你们就能够拥有的越多。圣杯8呢，可能你们近期会有一个思想，就是思维层面的决心啊，会猛然的意识到有一些事情你们已经不再需要了，会从某种执念当中醒悟过来。而这个逆位的命运之轮啊，这张牌我觉得最有趣的一点就是这组牌的反转在于你们和命运的关系会有一个反转，类似于过去是命运来主导你们，你们在命运的洪流当中被裹挟着往前走，但是命运之轮变成逆位呢，就是你们不再愿意接受命运的制约，而是会有一种逆天改命的感觉，主动的掌控自己的命运，甚至是改写自己的命运的剧本。他有一种强烈的自我意识，不屈服，不妥协，坚定的走自己的路，过自己想要的生活，有一种向命运宣战或者说奋起反抗的感觉啊。逆位的命运之轮呢，当你们和命运的关系开始发生转变的时候，就是你们开始主导自己命运的时刻，就是你们开始真正的为自己而活的时刻。那我们抽到的这张萨满疗愈卡 Trust in Higher Forces 啊，我觉得这张牌似乎是有着某种更高维度的能量在保护着你们，帮助你们顺利的到达某个地方啊。或者说你们可以回想一下过去你们以为跨不过的坎儿，解决不了的问题，最终都阴差阳错的让你们走出了困境啊。这其实就是有一种类似于守护灵般的能量在守护着你们，让你们能够在每次危机当中都转危为安。所以说如果你们现在身处困境，也不必过分的担忧和恐惧啊，因为某种危机降临是因为你能够跨越它，它才会降临的。你们一路走来其实都是关关难过关关过，步步难行步步行，再难的再大的坎儿你们也能够跨过来，它就是有这样的一种它就是有这样的一种趋势吧。那我们抽到的这张 Hermit 啊 Retreat and Recharge 啊，这张牌就是要做减法，做加法是本能，做减法才是一种智慧。所以说很多事情和问题的解决方案不是让你们去到处的病急乱投医，而是让你们安静下来，问题的答案自然会浮现出来啊。Recharge 这张这个指引呢，它其实是充电的一个过程啊，就是你们现在可能是需要一个积累的过程，重新投入到学习当中，充实自己。Retreat 呢，它是有一种退居幕后的感觉啊，就是你们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可能不会大张旗鼓，而是默默的酝酿、沉淀和积累，等到时机合适的时候，就会一鸣惊人，一飞冲天。而第3张牌是 High Priest 啊，祭司，Intend and Create。这张牌是带着某种强烈的信念和意图去创造，有一点像是那种念念不忘则必有回响。当你们对于某件事情、某个目标有着强烈的渴望的时候，那么你们自身的这种渴望，它就会变成一种驱使你们前行的动力，让你们越来越靠近那个目标啊。我觉得这张牌它带来的反转就是你们会改变自身的一种状态，与其固守旧的，不如创造新的。与其沉浸在过去的辉煌当中固步自封，不如去锐意进取，在不断的突破自己舒适圈的过程当中，实现一种真正的成长。所以我觉得这组牌的话，这张牌对你们有利的一个信息就是你们会开始变得主动，由被动变为主动，主动的求变，主动的连接
人脉，主动的去获得某种支持，主动的去说服某个人，给到你们某种资源。这样的话会立竿见影的看到一个效果，或者说数字的增长，你们会从这种创造当中得到乐趣和成就感，并且彻底的摆脱一种浑浑噩噩的状态，会重新感受到你们内心当中那种炙热的渴望。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萦绕在你们身边的那种空虚感和痛苦就会消散，因为你们开始行动了。行动本身就会赋予你们某种生命的能量和活力，会让你们重新开始爱上这个世界的感觉。而在这个世界上的所有的美好啊，其实它都源自于你们会发自内心的相信你值得。好，那这就是我们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对你们有帮助的话，可以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点赞，或者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大家好，欢迎来到第三组牌啊。首先第三组牌的第一张牌宝剑七啊，我觉得可能近期的话，你们会识破一些人际关系当中的陷阱，或者说骗局，或者说你们意识到有人在欺骗你们。因为这张牌它代表的是人际关系层面可能会出现一个动荡啊。如果说现在有人会否认你们的感受，否认你们的痛苦，否认你们的选择，否认你们的价值。一旦出现这种否认的时候，他们就是在试图制造分裂，就是你们要远离这种人，这是这张牌要告诉你的。所以说这张牌预示着你们会看清楚一些人啊，会选择离开一些人，或者说把一些人从你们的朋友圈剔除出去啊，它会有一个清理的过程啊。那么这个层面的反转，它的解读在于，有的人可能看起来是你们的朋友，但是实际上他可能会在背后说你们的坏话，或者说背后去给你们施加某种阻力。但是有的人看起来好像和你们八字不合，或者说有一种对抗的能量，但是这个人，他似乎又会在暗中帮助到你们。所以说宝剑七的话呢，看起来是朋友的人未必是朋友，你们的敌人也未必永远是你们的敌人啊。这张牌它的解读可能会有一点复杂，就是说这种反转来自于人际关系层面的，就是有一些人可能说人际关系近期会有一个反转啊，有一些之前敌对的人会对你们释放一些友好，或者说你们会转变之前的某种竞争的思维，从竞争转变为合作，化敌为友的感觉。圣杯四呢，我觉得近期可能会凭空的出现一个消息，让事情发生反转啊。我觉得你们要留意这个突如其来的消息，它可能会成为某件事情的转折点。圣杯四的话呢，就是不要太早的盖棺定论啊，没到最后一刻，你们永远不知道命运的剧本是怎样安排的。宝剑九的话呢，它是有一种深夜当中啊难以入睡、焦虑辗转反侧的感觉啊。你们内心当中有心事，而且可能会在近期做出一个决定和改变，在深夜当中深思熟虑之后。宝剑九的话呢，会有一种在苦痛当中回收能量的这样的一种感觉啊，或者说会得到某种结论，最终穿越这种苦痛。实际上在这组牌里边，我看到的是一种焦虑吧。这种焦虑其实你们身上的焦虑，它是源自于对于现状的不满啊。因为只有不满足于现状的人才会焦虑，而这种焦虑才能够让你们有欲望去改变一切。所以说当下的这种焦虑和痛苦，它才能够让你们彻底的走向自立和自强，可能会鞭策你们去改变现状，走出舒适圈啊。所以说这张牌里边的这种压抑和痛苦，反而更能够促成你们自身的成长。而且呢，有一些事情的真相，只有在你们低谷的时候才能够看清楚它。所以说这张牌反而它是一个变好的开始啊，因为否极泰来，物极必反。尤其是在黑暗的深夜当中啊，在无人理解你们的处境之下，你们的头脑反而愈发的清醒，你们会在最需要调整的那个时刻及时的调整自己。还有就是你们会找回那个拥有冲劲和动力的自我，让你们在那个一眼望不到尽头的生活里边，又会多了一点点克制而疯狂的波澜。
其实你们的生活不需要被拯救和治愈啊，它可能有的时候只需要一个简单的理由和原因，甚至是一个不被常人所理解的念头，就能够让你们支撑下去啊，就能够给你们带来生活的希望和曙光。所以我觉得这种转变，它是一种内心层面的清醒的状态。你们会清楚的知道自己每分每秒都在做什么，发自内心的去做，它不会产生任何的负担啊，它可以让你们静下心来做任何的事情。在不断的学习之后，会对自我产生一个新的理解，以自身去反观世界。看似是某种醍醐灌顶的觉醒啊，其实是水到渠成的积累。而逆位的太阳牌呢，我觉得你们会在某种绝望当中看到希望吧，会看到那种生命里偶然的欢喜，心灵的光。逆位的太阳，我觉得可能是在某种极度情绪化的状态里面，突然的找到自己，找回自己，然后感慨自己的存在是一个奇迹，情不自禁的感慨，原来我还健康的活着。所以说我觉得这个逆位的太阳，它是有一种1秒钟就完成了一种情绪的转变啊，从极度的悲观到极度的乐观，它只需要1秒钟的时间。而且呢，逆位的太阳呢，它其实有一种暗示吧，就是曙光就在不远处啊，有一种即将要熬出头、苦尽甘来的感觉。所以你们要等啊，等到春暖花开，你们要走到灯火通明啊。它是一种只要坚定自己的信念，生活就会慢慢变好的一个过程。权杖女皇呢，我觉得近期这种反转可能是来自于某件事情，或者说某段关系原来是被主导的，你们是被主导的、被引导的、被牵着走的。但是权杖女皇就是你们会主动的拿回这个主导权，重新定义一段关系，重新定义一件事情，你们会成为那个规则的制定者，会主导一件事情的发展，类似于这样的一个反转。它是一种从属关系的反转，被动变成主动，劣势变成优势，下位者变成上位者。而战车的逆位呢，其实就是当你们能够控制好自己节奏的时候啊，你们才能够找到自己的优势和发力点，而不是一味的横冲直撞，这只会让你们撞得头破血流。所以说你们近期会让自己慢下来，会重新制定一些策略，修正过去的错误，改变自身的行为模式啊，重整自己的一种感觉。逆位的战车呢，我觉得正位的战车它是争强好胜的，但是逆位的战车呢，你们反而会承认自己的能力有限，在这种情况下，你们却能够进步得更快。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做不到的事情啊，有人会选择坦然接受，有人会选择刻意掩盖。只有先承认自己能力有限，可能才能够找到进步的起点。这是这张逆位的战车想要告诉你们的。那我们抽到的这张 Wise One 啊 ，Grow within your current situation 啊，就是你们当前可能正处在一个非常混沌和混乱的环境当中，有着很多的选择和可能性，让你们眼花缭乱。但是在这个环境当中，其实你们成长的速度远远比你们想象当中的要快，或者说你们低估了自身能够适应新环境的能力啊。越是混沌和混乱的环境当中，你们越是要摒弃杂念，保持清醒，因为在混沌和混乱当中才会出现上升的阶梯。那么这张 Inner Knowing 啊，内在的觉知啊，我觉得这张牌可能告诉你们的是，成功靠的不只是方法，更是某种心法。没有了稳定且强大的内心，你们就很容易迷失自己啊。有的时候走得越快，反而离自己的初心越远。所以无论什么时候都不能够忘记对自我的审视，保持你们的初心。那么这张 Direct Guardian Choose Your Path， 你们可能已经来到了一个人生的十字路口，或者说马上要来到一个人生的十字路口了。你们要选择人生的方向啊，在这个选择当中，你们可能会害怕做出错误的选择，但是实际上这个世界上没有所谓的正确和错误，你们做出的每一个选择，你们都有能力把它变成正确的选择。所以说不要把人生简单的归结成为一种赌博或者说概率的游戏，实际上人生的可能性或者说最终的成功与否是掌握在你们自己手上的，去坚定的选择那条你们发自内心想要实现的人生道路吧。因为你们看到什么，你们就会实现什么，而你们选择什么，你们就会成为什么，这就是吸引力法则。好，那这就是我们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对你们有帮助的话，可以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点赞，或者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